呀，大家平安，各位下着大雨过来还平安哦，那各位是有福的啊，那暴风大雨都是要聚会，这是我们信徒的精神啊。各位刚过的主日呢，非常的主给我们非常非常重要也值得思想的信息啊，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下来之后呢，他们有很多的反馈给我们。特别我讲到自我护理这方面的信息都是讲到要爱自己专顾自己。其实那个核心就是一个己字我们主告诉我们要舍己，反而这个世界的人叫我们爱自己。但是我们从这个信息我们要思想的更深一点，真的会明白为什么这样错谬的道理会这么的盛行各位，人没有真理的时候，其实很可怕的。他会从他心里面的需要，发明很多很多来满足自己的道理。比如说，人需要钱的时候，他就会发明钱的道理。所以现在你们打开网络，看到很多有关这个财商方面的教导，教我们怎样要用钱生钱，有一种被动的收入各位有没有？这些都是人心里面要发财，要更多钱财要富裕的时候呢，他们就设想出来的东西。那人的心里面很需要开心那他就会发明很多叫自己开心的道理。那就开始你就听到人说我觉得我不开心，我从现在起我要做我喜欢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管了。那人要懂得爱自己，疼自己那都是因为人心里面有所的需要。那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些道理呢？都是从这个心里的需要被促使的，但是里面没有神，也没有真理。所以从这里面呢，我们没有真理的话，人是不可能知道自己被造的目的、被造的理由或者被造的意义。也因为不懂得真理，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他不知道神给他的使命是什么，只有在这个地上就活着生存。他就结婚了，有孩子，有家庭了，他不知道神给他的这个关系有怎样的意义。这些你周围的人，神放着的，其实不管是看起来是对你好的，甚至对你不好的，也是神使用来祝福你的。但是人没有真理的时候呢，他不会明白这件事情，他对所有的关系做出选择，我喜欢就爱，不喜欢就离，有这样的。所以这样的人对现象世界就这样解释，因为没有真理，完全是凭眼见。然后也因为没有真理，他不认识他所活着的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有仇敌，也这个仇敌天天的这样的暗示他。所以这些都不知道的人，只有知道什么？只有知道自己的感受，只有知道自己的需要自己现在不开心，不感觉被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所以一直在这个地方纠结的结果，人就自动的，就有灵性的人就一直揣摩，然后左思右想，然后我知道了我从现在开始有一些亮光得着我要爱自己，要使自己开心的那些很多很多的这些说法就出现。其实这些呢，叫他离神更远，离神的心意更远，反而是跑去满足自己的私欲。有时候听起来这些很有道理，但是其实都是以人为中心的道理来的。在这个背后，这样的人是很严重的被邪灵暗示。但是为什么牧师刚才说，当人继续这样的时候很可怕，很危险？因为在这样的群体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需要的时候呢，那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在群人当中比较勇敢的，比较聪明的，比较有亲和力的，那这些人从众人当中出来，然后他们就发明了一些道理呢，带来一些巨大的影响力，
来影响多人，带领众人。这个事情呢，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各位如果有读圣经哦，在挪亚时代，各位那时候你们会看见圣经记载说，当人多起来的时候，什么事情？那有人生女儿的时候，那时候神的儿子，就是信徒认识神的人，我们叫神的儿子，他们看见女子的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各位，有些人就乱解释这个，说什么天使啊来跟人交配什么这个东西，我绝对不信这个东西。这里明明讲神的儿子的时候呢，你一定要从前文看，亚伯、塞特的后代都是认识神的人，这个叫神的儿子，对不对？还有人的女子从该隐出来的后代，不认识神的，藐视神的，自我为主的，主张自己的生命的，这群人叫人的女子。那么很奇妙的，这个世界都是要吞吃信徒的。那信徒呢，没有分辨，哎呀，这个漂亮，哎呀，这个美，就是交配，就是这样。就人当中这样做的时候呢，很快的，其实不到几代的时候呢，圣经怎么说？圣经接下来就说，这个地上有伟人就出现了。The man of renown， 就有伟人，这个地上有力量的人，有影响力的人。这样的人就出现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影响那个时代的风潮，带动那个时代的风气，带动那个时代的思潮，有这样的人出现。然后圣经挪亚时代就慢慢就说什么，然后接下来就会说，在地上人的罪恶很大，终日思想的都是恶，所以神看的时候后悔，心里忧伤，所以才把洪水带来的。所以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有这样的伟人。我在说，他们带来的一种风气，他们带来的一种文化，带来的一种潮流，这都是抵挡神的。他们常常说我们要开心，我们要自由，经济要自由，肉身要自由，什么都自由。然后我们要懂得爱自己，为自己设想。这种道理盛行起来，横扫一个时代的时候，男女老少都慢慢偏向这样的思想。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我们没有去察觉黑暗的势力这样邪恶的工作有时候我们就听父母说，哎呀，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现在的孩子这样讲他们一两句就顶我10句以前我们讲父母讲什么，我们二话不说你只会这样讲，这个是你一个现象。我们跟很多在公司里面做老板的人就谈的时候呢，说呀，现在的年轻人请他们做工很麻烦那又不能说他们，说了一点点，他们有他们的做法、想法，讲一点点不开心，等下就丢辞职信能够随时不要做的。那我们以前的人都不是这样，对不对？那现在年轻人有时候奇奇怪怪，不但年轻人中年人也是一样，好好的工作，很正常的工作，早上9点到5点不要做，然后就一直讲要经济自由，然后要自己做生意，要投资或者传销，好像自己的一种生意，所以他们就有这种观念。然后你说到底从哪里来的？其实这是一种思潮来的。我们会明白说，人已经有一种不能被约束的，自己想怎样就怎样。然后呢，连去教会的基督徒也因为少听到牧者们教导有关真理的原则，所以呢，一边听是耶稣，大概讲一下圣经的道理，然后呢，但是心中追求的、向往、依靠的，全部都是世界那一套。那你问他们，那他们需要生存我去到世界的时候呢，牧师就告诉我什么这个比喻，那个什么天国的道理。我是活在地上我的地上要生活要生存所以呢，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就越来越多起来。这样的所谓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们其实背后，他们被有一些思想、有一些风潮一直被影响。所以我刚才就说，我主日讲完道下来的时候呢，特别我讲到 self care、self love 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那很多的弟兄姐妹说：“牧师啊，这些东西啊，你讲的就是我们在公司里面都去学这些东西啊。有些做老师的，在学校也是自己的孩子，学校听这些 positive thinking， 积极学、积极思想学。然后呢，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人越来越多。”惧怕、担心、不安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有学这种 mindfulness。你们懂 mindfulness 吗？我不懂叫什么啊，就是叫人安静、沉思、冥想，放一些音乐，给自己的心平静，然后呢，能够集中活在当下的这种观念，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些都是人现在发明来管理自己的心灵的。他们不相信真理，不相信神，也没有圣灵，但是心要平静啊，心要安然啊，这个思绪里面要有智慧啊，要想通啊事情啊，要集中啊，所以呢，就用这些方法，就很多很多从这个宗教界来，从那个学说界来，而全部放在一起，只要行得通就可以，不需要神。所以这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走向，所以我们很多甚至跟我讲，牧师，我们在公司已经学这个了，你们知道吗？但是以前我们去教会的时候，连教会的牧师都请一些辅导家来教导我们这些东西，教我们正面一点、积极一点。为什么会这样啊？那为什么这样啊？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其实牧师自己，很多牧师自己也不相信。他不认为自己所懂的这个圣经，这个圣经的原则，这个真理的原则里面，足够能够帮助人从一切人生百态的患难里面得解脱，自己也不相信，所以他们就借用了很多这个世界的心理学，有放在教会的讲台里面一起讲，所以带来了一个时代的混乱。这个就是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交配，随意挑选也不是讲男女嫁娶的事，这个就是说基督徒呢随意的接受世界的思想，然后觉得很行得通其实暂时的，走下去的时候很快会发现，世界的东西跟上帝的东西是不能融合的。神的儿女呢要依靠世界那一套，你就发现他们就慢慢被世界吃掉了。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的。以色列一开始有一点恋慕外邦人的做法，外邦人有王，然后慢慢就外邦人的有后面有他们的神帮助他们，有他们的做法，我们也要学他们。你看，慢慢他们就走向没落。所以我们教会呢要很清楚这一点。我是以一个自我护理的这个主题来讲，但是其实背后有很深的有些要思想的事情。尤其是我们基督徒对一个时代是有责任的，我们不要只有我们关注我们的孩子，你的孩子活在大环境里面，你就关注你的孩子，为什么我孩子讲不听？为什么他想法这样奇怪的？你就这样想，但是你要知道背后什么东西在影响他，他天天在网络里面看的，从朋友听的，这个都影响他的思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呢，现在要回归真理。有时候我们自己对真道就不肯定。我就觉得读一下道理而已，好像行不通，你自己就放弃，然后呢就学其他的东西。所以你们来到这个教会，我有责任要教导你们的。圣经其实虽然是好像2000年前写的书，几千年写的书，那个启示里面已经把这些东西说明了。我们一起看好吗？我们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我们来看第3章。我很喜欢讲这处的经文那每次我去特会的时候呢，我一定会读到这处经文，因为这是讲到一个时代性的问题来的。第3章，保罗的最后一本书信，所以呢，他写给他要把这个福音的使命要传递给这个提摩太，他的门徒，他很快要走，所以这些经文都是很重要的，就是警戒人，尤其活在末世时代，也最后的时代。那黑暗的势力，这世界的思潮要怎么欺骗引诱人的事情，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为什么危险？因为要吞吃一个时代的那种思潮跟文化要临到了，已经开始形成了。然后呢，第2节说，因为那时人要什么
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 ，no self control， 对不对？性情凶暴，说他一点，然后你看啊，性情就凶暴起来，对不对？然后不爱良善啊，那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己想怎样就怎样。自高自大啊，常常把自己举起来啊，自己有什么成功啊，有什么成就啊，就放在网络上哇，叫每个人看啊。其实一种自大来的。然后爱宴乐，要享受啊。那工作每次9点到5点啊，不喜欢这样，没有自由啊。我想很自由，我想做什么就做，那这样的哈。各位这种心情，然后最后什么？不爱神。各位，一共几个特性？一共有19个特性在这个地方，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从什么开始？第一个特性是什么？专顾自己了，对不对？其实都是一个己开始的，从顾自己，所以那些 self care、self help、自我护理，那些全部的核心啊，都是一个己字，都是专顾自己的。所以你看他性情凶暴，为什么？因为自己不爽快，对不对？无亲情，对不对？为什么要管别人？为什么要管亲情？我开心就好，因为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你们看这些特性里面，不能自约，要说谗言，这都是要满足自己。然后呢，各位这19个特性，请你们告诉我，最后一个特性是什么？不爱神，对不对？所以，圣经的记载很奇妙，开始跟最后讲完了，对，中间都是过程了。开始都是从不爱，对，从什么开始？从爱自己，爱得不得了，只有专顾自己。所以专顾自己出来的所有的特性啊，的那个结论就是不爱神，就是不爱神了。所以爱己的人不能爱神，只有舍己的人才能爱神。你们有没有发现？所以你说不爱神，你又不爱神吗？神给你父母，你怎样？你忘恩负义，对不对？神给你亲情，你怎样？你无亲情，不结怨，不饶恕。人家讲你什么？有些孩子呢，跟父母哇一吵架之后呢，以后没有跟他讲话，父母回家就关上门，然后好像看他像隐形人一样。有时候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为什么这样啊？这个时代这样。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把人最严重的属灵的问题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了。然后呢，各位还没有读完，这个经文有很多的启示你们再看下去。然后圣经再次要形容这些人的时候呢，第5节很奇妙，不是奇妙，奇怪啊，奇怪，为什么这里第5节说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些人他们外面看起来是很有仁德的样子。有时很属灵的样子，有时去教会可能还会讲一些好像圣经的字眼，你各位了解吗？所以呢，有敬虔的外貌，但是背了敬虔的实意。这里翻译实意原来是能力的意思 ，power。They lack the power of godliness， 所以没有实际的能力的。各位，你要敬虔不是你外面讲几句阿们哈利路亚感谢神，这样你给人看到而已。你要真正有没有这个敬虔的能力？对，你赞美神的时候呢，你要怎样？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在逆境当中，你赞美主，感谢主。你有能力的时候，你跟谁在一起？跟罪人在一起，软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能够怜悯他们。你做妻子的，你要有能力的时候，你特别就是你丈夫很软弱的时候呢，你是帮补他。你丈夫很软弱的时候，你还看他也看不起他，然后呢就对他指指点点控告他，就是你没有能力的。各位，你们明白吗？这个敬虔的什么能力，不是敬虔的外貌。外貌谁都会做，但是能力来的时候有难处，有挑战，有艰难的时候，人不能的时候，但是因为你的缘故，你跟他说的话、勉励的话、安慰的话，他就能了。所以你没有发现，人是有能力的，神把能力赐给人的，对不对？把能力，这能力呢，不是你的积极的思想，是你忠于神的道而来的。但是这些人呢，外面做得很美，外貌看起来很敬虔，但是没有真实的那个能力。
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人呢，圣经说什么？第5节，这等人你要躲开。为什么？因为这等人呢，他的外貌的金钱呢，会诱惑你，然后慢慢呢，他就影响你的思想。因为你看他外貌很金钱，你就以为哦，他讲的是对的哦，他就讲的头头是道，但是呢，他没有真实的能力。这样的人更是假冒为善，你要小心这样的人。所以我每次跟各位说，你跟错老师，你跟错牧师，你是倒大霉了。我跟你讲，因为你一辈子你听他讲，然后你的孩子好啊，听啊，他给你毒药，你拿了你还分给你的孩子，那个你真的倒大霉了。盼望各位跟着我没有倒霉哈。那就牧师所以要很谨慎，就在主面前。我每次讲道的时候呢，当然有一些责备的话多哦，但是因为这是末后的时代啊。就警戒的话要多一点。你看主耶稣讲到末世的时候，有开开心心的吗？大家 enjoy 没有？没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有没有？所以呢，一直有警戒的话出来。但是当然有讲警戒的话，有安慰的话，要教各位要继续跟从主啊，要相信主的应许，还是有这个东西啊。所以呢，这里第5节讲，然后第6节你们注意听。又形容这些人的时候呢，就说那偷尽人家、劳弄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刚才我说什么？刚才我说到这个世界的伟人啊，他们是怎样？他们是偷偷的偷进人家，不是像小偷这样跑进人家。这里讲的偷进人家是有一个意思啊。你们要讲，那为什么讲人家？这个家哈，因为当时候的教会，初代教会是在家中聚会，所以家就好像教会了。所以呢，这些假先知，他们就偷偷进来，不是从小门进来，就是说，以一个很光明磊落、很敬虔的人的样子，好像很爱主，然后来跟你讲什么道理，来关怀你、关心你，但是他们是传假的东西，他们就要得你的喜悦。你们明白吗？所以这个叫偷进人家。所以现在你问这个时代，什么叫偷进你的生命里面、偷进你的思想里面的东西？所以你没有察觉嘛？你天天开启网络，很多的这些道理，世俗的道理、人本人为的道理，又进来的时候呢，我们人要做人这样啊，外貌这样做出来，好像很有理德，很有什么，很多道德学说会讲，但是其实里面真的爱人吗？真的关心人的生命、人的灵魂嘛？各位，这是很重点来的哦。所以这个叫偷进的意思，偷进人家，扰动无知妇女，无知嘛，他们就什么都不懂，无知。圣经讲无知就是对真理无知，不明白神的话。所以正是这等人，他们专门寻找这样的人，然后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私欲牵引。为什么这样讲呢？通常没有真理的人啊。你听啊，听了很合乎自己的心意然后信耶稣能够发财，能够健康，事事顺利，好，我也宣告这样，我也就追求这样，我奉献，上帝会给我更多。所以呢，其实他们做这些东西都是什么私欲来的，在神的眼中里面，他们都是听了这些道之后，产生他们里面的私欲来跟从神，其实不是跟从神的。这圣经说都是被私欲引诱。然后第7节，他们常常学习什么，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怎样听都不明白。有些人来参加我的聚会是睡觉的，但是他们去有一些聚会跳，他们跳得很厉害哦。来一听不懂，因为不是他要的东西。因为这个聚会呢，要讲的东西是人内心里面要对付的是人内心的私欲。他要的不是神，要的是自己的那些欲望达成的话呢，他听不懂的，一听很昏睡，他里面的那个灵那个私欲叫他昏睡的，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有一些人呢，从昏睡听到醒过来以前我有一个弟兄来到我们当中，睡了好几年后来开始醒过来，我就说你真的蒙恩了从听不懂到听懂，我就讲这句话，真的，我等你等几年我很辛苦然后他旁边的带他来的人也等他没错。所以我跟各位说，那我们这是人的属灵的问题不是看人变成神经病，好像吐白沫，不是这样的。人的属灵的问题是，当你讲真理的时候呢，你就知道
他对这个完全没有兴趣；另外一个人是哇，一听就扎心，再听更扎心，就是进到内心里面。所以这是属灵的东西啊。然后呢，第10节说什么？保罗就把自己你看这些人偷进人家的，你看提摩太，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对不对？其实保罗在这里讲的不是夸耀自己，保罗要讲的就是，你看我跟这些假教师是刚好相反的，我是充满敬虔的能力。忍耐需不需要能力？你要受逼迫的时候呢，还要忍耐，要宽容罪人，对不对？有志向，知道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有人要杀我，我还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去。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才是真正的能力来的？所以保罗是要给提摩太看那个生命的明证。但是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呢？所以现在保罗要跟提摩太，你要知道这个生命是从哪里来。14节说，提摩太，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学什么呢？就是第15节讲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一起读，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各位，到最后是什么？行各样的善事，不是你自己选择的善事，只要能够建立神的国的，叫人得到益处的，我都愿意行。所以我跟各位说，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包括牧师、师母、长老，我们其实都是软弱有限的，也是有需要的。牧师也有，虽然我教导众人，但是我知道我不是无限的，只有上帝是无限的，对不对？有时候这个内心里面也有需要，但是因为这个的缘故，知道什么？更不能靠自己，更不能靠自己。你越是要靠自己，在那边哇，我要满足自己，要满足，然后呢，自己去想出有一些道理呢，这些就变成那些 life coach。你们看那些 life coach， 那些生活教练呢，他们讲话头头是道，他们里面的理论里面很多的人生哲学，他们又想到人的心境、人的思绪是这样，然后他们发明一个道理讲出来的时候呢，哇，每个人都被说服，但是其实那些是假道来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讲一次，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有需要，有时候家里很不开心。配偶不了解我，还是什么孩子不听话，那我们会的。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些难处的时候呢，千万在那个时候呢，不要接受不对的教导，不要接受那些不对的意念哦。那你特别圣经怎么说？因为你心里面有需要的时候，人是很容易要体贴自己，所以这个19个特性的第一个特性就专顾自己嘛。为什么人就说？我什么都不管了，我只要开心。就有一天你开始讲这种话的时候，就糟糕了。如果我跟各位说，有一天师母说，我整天家里忙忙碌碌，什么什么这个要管那个要管，家里打的，我不管了，我只要今天开心，做自己要做的。那他这样讲的话，我跟孩子怎么办？你们有没有想过 ？OK， 他说。你一个女孩子有你们自己去生活吧，我自己要开心。我今天要逛街，我明天要看电影，后天要跟朋友出去，哇，我要开心。如果他这样 ，OK， 我可以管孩子，我可以煮饭，但是呢，他不会开心。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他不会开心，因为上帝为他造的是他的生命，是神的形象，然后做一个姐妹嫁给这个男人，帮补他。然后生儿育女，这个是他的产业。如果他只有追自己的那个感受要开心的话，其实他最后追到完之后不开心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跟各位说，这个姐妹很容易讲这句话，我要开心。都是你要知道，当你有这样意念一来的时候呢，你里面是受暗示了，要受。但是呢，都会有的。我不是说没有，但是那个时候呢，你要。一方面心里面是辛苦，那另一方面你要醒过来，你要清晰。怎样？要回到圣经，要回到圣经。那圣经的话呢是怎样的？不要只有找那些可以安慰自己的。圣经这里保罗跟提摩太说，圣经是跟什么？教训、读者、归正、使人
学艺、有益的、有关系的。所以很多人读圣经呢，是不要被圣经的话对付的，他们就找自己喜爱的那些经文啊，所以他们会错解经文，断章取义，或者更糟糕，就是不要读圣经，完全靠感动。各位，我跟各位说，这个，我有个感动，姐妹啊，我觉得这样，弟兄啊，你怎样啊？我有感动啊，来了的。我今天早上有声音啊，各位，这些东西你来生命堂中最好全部丢掉啊，全部丢掉。你挣扎的时候，你靠感动，你回到圣经吧。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不要靠感动。你知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软弱的时候，你越要靠感动啊，你会感错的，感错，不对的感动就来的。所以主啊，我的难处你知道，回到圣经的话读啊，然后呢，圣经怎么说？当你读了，圣经开启你，你的心被对付了，你舍己了，然后愿意要爱神爱人，其实那时候神就释放你了。所以呢，圣经最后的话就是什么？预备你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讲善事，一定是跟爱人的生命有关系的，对不对？我讲这个就结束了。你们还记得彼得的例子？我讲完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到彼得，就是主耶稣最后来找彼得，在海边来找他。其实那时候彼得的生命多么的狼狈，多么的失败。难道我们主耶稣找他，彼得 cheer up， 你要肯定自己？有没有跟他讲这样的话？没有嘛。彼得，你爱我吗？3次问他，你爱我吗？然后你喂养我的羊。其实问的只有2个东西，你爱神跟爱人，就是这2个。但是主啊，我不够，没有关系。没有一个人爱神能够爱得足够的，我们都是在一个过程成圣的过程当中。但是你不要走到去爱自己，你要望着什么？爱神。主啊，我是软弱，但是主你知道我爱你的。所以彼得是这样回答嘛？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的。那主说什么？那我在哪里？我很快会升天了，对不对？我在我的群羊当中，所以你要照顾牧养我的羊。当你坐在他们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很奇妙的。然后最后主说：“彼得，可能彼得还在思索，这主什么意思？彼得，你来跟从我。”有没有？哪里有什么肯定自己、爱自己？没有这种东西的，这个是世界的人发明的东西。所以今天我把这个道讲得清清楚楚之后呢，从以后各位要做聪明人啊，不要有些人就叫自己牧师、讲师，你是随便翻开圣经讲几句话你就信他的话。你要听到他讲到的那个精义、那个精神，他带出来的 spirit 是什么东西？那个 spirit 不是叫你爱神爱人，然后反而继续体贴自己，哇，听了很舒服的。你要小心，因为你全部的痛苦都是你的私欲来的。当一个人舍己背起自己的十架跟从主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得释放了。愿主祝福大家，好吗？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教导劝勉，也光照我们。特别主，在这末后的时代，非常多的假道，也错谬的思想一直在影响人，影响你的教会。但是主，你的仆人受你的托付，要传讲，把道传讲的清晰全备的时候呢，主，求圣灵做工，开启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使我们有通达的生命，通达的心思，能够明白你的道，以致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在这末后的日子，不但我们不被欺骗，也能够成为主美好的见证人。求主帮助这群弟兄姐妹，为他们感恩。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